309天连轴转是什么概念？哪怕是外星飞船也该散架了，但这一记录却真真实实由福特号创造出来。从年初参与苏通马杜罗，这艘钢铁巨兽横跨北极圈，穿过地中海，最后在红海的硝烟里给美军撑起了场面。309天过去，美国终于有意让福特号回家，但有人不爽了，开始质疑福特号是不是快散架了。毕竟福特号这小子早在2个月前就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的事情，据说现场有近200名士兵受到影响。虽然美海军第一时间执行了抢修预案，但福特号依旧是带伤上阵。那么福特号的身体状况到底怎么了？这艘最强航母现在还有多少战斗力？作为人类自航海时代以来造出的最庞大的海上战争机器，福特号的传奇从它诞生之初就开始了。彼时冷战结束，来自苏联的威胁消失，美国海军环顾四海，竟发现无敌是多么寂寞。不过他们自己很清楚，如果想一直立于不败之地，就不能满足现状。于是美国海基航空平台工作组成立了。工作组建立之初就定下了面向未来的工作方向，其中就包含对未知的新一代航母进行大胆的畅想和论证。从1993年到1996年，工作组向美国国防部提交了近100份有一定可行性的新航母设计方案，其中只有75份被审查通过。终于在2000年有了确定的新航母总体概念设计，这就是福特号的雏形。然而这大概也是国防部最后悔的一个决定，因为他们放养了一头吞金巨兽。2005年项目立项时，它的预估造价还是温和的106亿美元，这些钱完全能买下几个中等国家的空军了。事情到这里其实就有点不对劲了，但国防部只是笑笑，区106亿美元，我大美利坚还是掏得出的。然而这并不是花钱的终点，随着航母服役时长的增加，资源补充和维护成本也跟着暴涨。到了后面，福特号的建造成本已经超过了130亿美元，而且还不含47亿美元的研发成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要知道，上一代尼米兹级航母最后一艘布什号，其造价也仅约为62亿美元，福特号的单件成本是其2倍以上，实在让人好奇，这航母是金子做的还是银子做的？那么福特号怎么能贵成这样？其实大家把福特号想象成一座漂浮在海上的随时随地准备打仗的超级城市就能理解了。福特号这座城市把所有最新潮的电器和装修全塞了进去，很多都是其他国家听都没听过的。就比如说电磁弹射技术，在以往的传统航母中，飞机是由蒸汽推上天的，过程就像用高压锅喷气吹走乒乓球，这个技术用了半个多世纪，虽然可靠，但已经到了天花板，很难再往上提升。更何况它还有明显的缺点，像是推力不可精细调节，对飞机的机身冲击大，效率低且耗水量巨大等等。而电磁弹射足以将飞机推上天，不仅效率高，还能精准把控推力的大小。更重要的是，它让飞机的机身疲劳减少，延长了战机的使用寿命。除此之外，研究人员对航母的核反应堆也进行了升级。美国老一代尼米兹级航母的反应堆每隔10多年就得回船坞更换核燃料，一换就是2到3年。而福特号搭载的 AEB 反应堆发电量是老大哥们的3倍，而且在整个50年服役期内不需要再更换燃料。另外，福特号还拥有先进拦阻装置、先进武器升降机、舰载激光武器与电磁轨道炮等20多项新技术。这就像从按键手机时代一下子进入了智能手机时代，未来航母的美称一点都不夸张。但任何新技术的发展过程都是艰难的，虽然电磁弹射的想法很酷，但在实践过程中结果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电磁弹射器早在早期测试中，每弹射181次就出1次故障，而设计要求是4166次才允许出1次毛病。即便是美国海军的研发部门从没有停止改进的脚步，但直至现在弹射结果依然不理想，并且每一次改进都要花费巨大的实验费用。对此，美国国会意见频频，川普甚至想要改回原来的蒸汽弹射，不过能不能实现还要另说。AEB 核反应堆虽然偶尔故障，但好在没有太严重的技术难点，就是造价很高昂，维护起来也很烧钱，这也直接影响了后续几艘福特级航母的建造计划。然而，最让美国军方头疼的是，福特号花了天价，交付后却住着不舒心。高科技很多，但有时候他们也会打架，一个不高兴就罢工，修修补补又是一笔钱。
正是因为有这些原因存在，一直存在一种声音，认为建造福特号是在花钱找麻烦，新技术过度堆砌未必是什么好事。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福特号直接选择用实战表现来打黑子们的脸。2023年10月，中东风云再起，美军直接派出福特号航母打击群驶向地中海强势调停。按照原本的计划，福特号本应该返回本土休整，但在接到紧急命令后，整个打击群在短短10多个小时内完成了航向调整和部署转换，这是其他航母无法想象的速度。福特号暂留东地中海这段时间，其护航驱逐舰进入红海，多次拦截来自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给红海海域的商船们提供了难以言说的安全感。其实五角大楼原本只想安排福特号在这里部署6个月，结果因为当时形势的需要，福特号连续延长了3次部署期，最终在地中海漂泊了整整239天。但这可不是福特号的极限。最近中东火药桶又炸了，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爆发直接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判断红海区域急需更多航母兵力，福特号奉命紧急穿越红海，与林肯号航母会合，形成中东双航母态势。此后不久，美国第3艘航母布什号也向该地区进发，一度出现3航母集结中东的罕见局面。加上这次部署，福特号直接坚持了309天。当然，想知道航母夯不夯，除了部署的久，还得看能不能打。时间调回2025年初，俄罗斯正在北欧附近频繁闹事，不是今天派2架图95绕飞挪威海吓唬人，就是明天在克拉半岛部署新的高超音速导弹。北约也没惯着，直接举行海王星打击2025系列演习回应。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秀肌肉，而是北约对自身快速集成作战能力的一场考试。直白一点讲，就是测试北约10几个国家的军队能不能在1-2天内捏成一只铁拳。作为北约联盟成员的美国自然也要参加，福特号就是美国派出的考生之一。福特号的第一个考题就是和北约盟友搞联合防空和反潜演练。这任务听起来或许有些平平无奇，但是别忘了，这是福特号第一次在北约框架下大规模与盟国军舰混编，通信协议、数据链、敌我识别，每一项都是难点，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就可能引起混乱。结果福特号用实际表现证明，它的指控平台和通信系统能跟10几个国家的舰艇实时聊天，这不是改装几个电台就能搞定的事，这是整个作战体系的深度融合。福特号面临的第二个考题就是需要横跨地中海、波罗的海以及黑海3个战区，适应3种完全不同的水文条件，使用3套截然不同的威胁模型。如果是一般的航母，指挥系统短时间内这么搞，大脑早就宕机了。那福特号干了什么？远程空中打击、水面战、2栖登陆配合，所有你能想到的高烈度科目全部演练了一遍，并且成绩优异。如果说海王星打击证明的是福特号在常规高端战争中的价值，那么红海的反无人机作战就是把它推上了一个全新的赛道。2024年到2025年，也门胡塞武装干了一件让全世界海军后背发凉的事，他们用大量造价近数万美元的攻击型无人机反复骚扰红海的商船和美舰，虽然被拦截了，但形成了严重的成本倒挂。一架几万美元的无人机如果突破防御，要么撞上一艘价值数亿美元的商船，要么直奔造价130亿美元的航母。就算拦住了，航母发射的那枚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一颗的拦截弹，也比无人机贵了10几倍，怎么算都是赔本的买卖。关键时刻，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发挥了作用。传统航母使用蒸汽推动，弹射大型战斗机没问题，但弹射小型侦察无人机就不行了。蒸汽弹射器那一下猛推，小无人机直接碎成渣。而福特号的电磁控制器可以精确控制加速度，稳稳地把小型无人机送上天空，提前探查无人机蜂群动向，发现敌方无人机后，通过多层的电磁干扰和高功率微波瘫痪对方的大部分无人机。这个时候就不用再傻扔几百万一枚的导弹，而是依据电磁弹射的快速投放节奏进行既准又省的梯次拦截。这一次次的战绩让福特号的口碑2极反转，那些一开始说它是史上最差航母的人，这下终于知道闭嘴了。但是嘴上服气可不代表心里服气，所以在福特号发生火灾之后，一些杂音又蹦了出来。事情发生在3月12日，彼时的福特号已经在海上连续高强度部署了将近300天，
这样一艘满载5000多名官兵，每天弹射几十架次战机的核动力航母，舰上任何一个小设备都处于极限运转状态。而主洗衣房的烘干机恰恰就是这样一颗隐形炸弹。长时间工作积累的棉絮在通风管道内被加热到燃点，火苗无声地窜了出来，进而引发了火灾。不过好在航母上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士，福特号又集结了美国的各种高尖端科技，所以火警响起的那一刻，舰上的损管系统秒级响应，穿戴好消防装备的损管队员飞速抵达现场，从发现火情到明火完全扑灭，用时不到1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核反应堆、推进系统、电磁弹射器、舰载机运作全部完好无损。所谓的100人受到影响，也不过是火灾烧毁了洗衣房附近居住舱室的100多个床位，这个数字不到全舰床位的5%，受伤人数也只有2人，并且都是轻伤。事情发生后，美军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将未受损的舱室重新调配，部分官兵临时使用折叠床和备用居住区，一批移动式洗衣设备就从附近的陆军基地空运上舰，洗衣房被毁的问题也得到解决。整个航母的核心作战能力没有因为这场火灾停摆哪怕1个小时。在进行短暂的评估后，福特号继续留在任务区域，执行了后续的护航和打击任务。它没有撤离，没有中断部署周期，更没有像某些人编造的那样失去战斗力。官方媒体中看不到福特号受伤的证据，只有火灾发生后第3天依然弹射30多架次舰载机的辉煌战绩。这也说明了福特号超长续航309天后返回母港，不过是正常的周期养护，跟受伤没有一点关系。那些想看福特号笑话的人注定要失望了。总的来说，福特号并不是一部完美无缺的战争机器。如果将福特号放在一个坐标轴上，它的历史地位将会更加清晰。横向代表技术先进性与潜力，福特号无疑是顶尖的；纵向代表技术成熟度与可靠性，福特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艘新航母上，美国投入了巨资进行实战和研发，目的就是为了将潜力转化为真正的实力，这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福特号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迎着各种各样的声音纵横全球海域。好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认为福特号是否匹配得上最强航母的称号？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见。